咋整啊？我这个婆婆脑回路太清晰了，让人完全捕捉不了。他们一家人最爱吃的中国美食就是饺子，但是我真是不爱在家折腾，我就直接领他们去吃的自助饺子，52块钱一个人，随便吃。我们就去了。温迪一听饺子随便吃，那去的路上就老开心了。结果到了就懵了，这熟的饺子吧，它能看出来，绿的是素的，白的是肉的。但是生饺子呢，它都有面粉裹着，你看不出来。那饺子前边倒是写了里边是啥馅儿，但他们又不认字儿。然后这饺子呢，你还不能瞎拿，吃不了的罚钱，2块钱一个。所以就非常考验他们能否短时间内精准的找到好吃的饺子，吃回本。他们就都来问我，向我求救。那我看着那素材都往脸上扑，我怎么可能帮忙呢？我说你们就自己品，一定可以找到诀窍。他们开饺子盲盒品了半个小时，最终品明白了。尼寇发现带这个肉字儿的都好吃，但是温迪他又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任何带着这个3字儿的饺子比带肉字儿的更好吃。我还没听懂，我过去一看，发现他说的这个玄机其实就是各种3鲜馅的。所以温迪推断3也是肉，肉也是3，在汉语中应该是指比肉还香的肉叫3。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们打视频，我妈就客气一下，说自己要去市场了，问他们都爱吃啥备着。温迪根本听不懂客气，自己点上菜了，告我妈我不喜欢蔬菜，我喜欢各种3，我不挑3。我喜欢猪3、牛3、羊3。你喜欢什么3？我妈说牛膻、羊膻、猪不膻，但是再膻也不如你们膻，也不如你们膻。温迪也很无辜，不是他问我想吃什么吗？他怎么又不开心了呢？温迪不但不理解我妈为啥不高兴，他还老主动出击往枪眼上撞，我根本都拦不住。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再快的救护车也救不了找死的人，也救不了找死的人。到俺家的第1天，温迪就给我妈打电话，因为他给早达买了2件非常漂亮的裙子，就要给我妈炫耀。我妈呢看着还挺开心的，说啊，这俩裙子是真不错，你也算是对隔代人大方。我也是，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，但给孩子买可以。我就跟温迪翻译了，没想到温迪说这是我在2手店买的，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新衣服，$82件，我都没敢翻译，人家自己比划。我妈好像都快听明白了，温迪还不罢休，拿过来他从加拿大给我妈买的大礼，要给我妈看，是一只玻璃鱼。我知道那个它也是2手的，所以我必须得给温迪保命啊。我说温迪那啥，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你就说这是你特意准备的老国货高姿疯狂多肽套盒，润而不油，一抹吸收，也适合爱吃甜食爱熬夜的温迪一家，红红火火送礼不出错。挂了电话，温迪问我发现了你的妈妈的确是不太喜欢我，那我想求你告诉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从哪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？我觉得温迪他一直不懂，他也挺委屈，我还不如就给他解释一下吧。我说这个吧是从很久以前了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当初呢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儿，我妈这个年龄呢，她的思维就是这样的，她很重视彩礼，彩礼对她来说呢意味的东西有很多，所以她希望你也重视。温迪说啊，我理解了，我也重视的，但是你不是叫彩玲吗？ But I thought your name was Tyleen, not Tylee, not Tylee. 哎，你说外国的父母就都不管孩子上学、结婚、买房这件事儿吗？最近有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怎么可能呢？是你们的彩铃，我嫁的比较难，不是说人家都那样，有的是管的，管的还大呢。首先说不管的肯定是有，比如我加拿大有个好朋友叫肯尼尔，咋翻译你就管他叫凯美瑞吧。然后凯美瑞找个男朋友是印度人，人家有这个婚俗嘛，就新娘出嫁得披一身金。完凯美瑞他爸呢，咱就先管他叫桑塔纳吧，就桑塔纳基本跟我婆婆是一个路数的，就不给。完这小两口呢也没啥钱，凯美瑞就挺上火，就跟我诉苦，我就挺心疼他的。我说他们是要金子还是要金色儿？没有人上来就是咬你现场识别吗？他说那倒是没有。我说那这事我给你办了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我的家乡有个地方叫小商品大世界，学名东北小义乌。你这红包呢我就不给你了，这1000块钱我给你倒腾链子。他说你手上有货，我说正是。他说货品如何？我说尚可，少出汗。他说你能整到多少？我说8、9斤吧。事儿我给他办的相当有面儿，就最后结婚照上脖正中间的链子上写个斯巴提克放浪女孩，他老婆婆不是很高兴，但是也有管的。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叫大卫，这是又一个大卫，就大卫这名在国外就相当于王涛嘛。完大卫最近结婚了，媳妇儿老有钱了，有钱到人小时候上私校，人骑马去，人天天练马术，还获过奖。但是他获奖的视频啊，我看见过，我不是很懂啊，我不知道你懂不？就这个马，就他就骑这个马，完这个土上呢有个棱，完这马看这棱，完就获奖了。我没懂，就正常一匹马，他看着地上有个棱，他不跨过去，他干啥呢？抽烟呢？那你养回马看着有棱就跪下，那你养它干啥？做毛笔呀？反正人就是爱骑，所以这个女方呢，优点是显赫，缺点是腿弯。然后这位罗圈名媛呢，他爸就是很慷慨，说结婚伦敦买房全款，不用男方拿1分钱。但是问题呢，也就随之而来了嘛，就是谁好看谁可以无趣，谁拿钱谁就要干预嘛，就 universal 这个道理。他的丈母娘呢，也是就投资方嘛，所以他俩房子装修的时候，人没事就过来给选这个窗帘，选4件套啥的，口味也是花哨而混搭。完，你要跟他说不用他装，还不乐意，有点像我妈给我选这个床上4件套，床单是
纪梵希，完真金是皮尔卡丹嘛。完这老两口呢没事也过来住，住时候呢也催孩子，催时候呢也用工具人，就是那谁谁谁他家马反正产子了，哎呀配得好。虽然 DNA 测这个孩子呢，这个物种在东方叫骡子，但是骡子你看地上有棱的也蹦，报考补习班啥都一样，爷爷奶奶给拿钱呗。完他这老丈人呢有意思，就有个习惯，上厕所不关门。完可能是因为常年养马吧，就风格都挺湍急，声大。完我这朋友大卫呢，有时候就在厅里头开晚会呢，他老丈人从后边过去进卫生间就给配 BGM。完大卫就跟他媳妇说了嘛，说你能不能跟你爸说，就让他稍微注意一点。那老头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我这辈子都这样，为啥现在改呀？再说你这房子我买的，你不高兴可以不住。完大卫很难过呀，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，就中西方文化就看起来无论多么迥异，其实家长里短这些事儿本质都一样。我说你这个境遇呢，财力不均很压人，俗称自愿倒插门。人性本就难高尚，上门女婿都一样，忍着吧，还能不过呀？你给我撂下，别装蛋！昨天我和我老公哈就围绕着这个筷子的话题交心了，我决定跟他继续过。我妈前天不给我邮了一箱干货嘛，都硬菜嘛，硬菜底下还有俩大辣片儿。那我妈给我邮这东西啥用意呢？那作为小棉袄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对不？你谁练瑜伽的时候吃大辣片啊？你这就是让我整点嘛。然后酒过三巡哈，就是我老公就拿着筷子夹大辣片的时候，问了我一个问题。哎呀妈，给我问的心都融化了。他就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就人类的祖先哈，就人类祖先遍布世界各地，当他们面对就是眼前的食物的时候，就开始琢磨用什么工具把这个食物就入库就吃进去，对不？你说你们中国人的祖先研究出来的就是筷子，你说我们的祖先是咋寻思的呢？筷子有技术的门槛，跨过去就是效率的天堂。刀叉是优雅的伪装，套上去就是便捷的硬伤。我当时我就哎呀呵，你知道啊？那这唠咱可以就记祖吧就。所以说其实你们后来也就是悔悟了这个事儿。所以为啥呢？就是为啥披萨饼汉堡包为啥西餐最热销？不用手中插鱼刀，直接上来用手掏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回头是岸是王道。我老公哈就是筷子狂魔，吃啥都用筷子，就是他吃牛排都得是先用刀切好完之后用筷子夹。但是咱说实话，咱不敢邀功啊，就他对筷子的这份情怀呢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昨天一唠明白了，人7岁的时候爱上的筷子，为啥呢？他当时上小学的时候，班上有个中国女孩，是属于中国的到加拿大的移民的孩子，他还记着呢。那小姑娘叫 Rachel Wang， 王瑞秋。王瑞秋呢，就是他们那个加拿大小学中午吃饭不都自己带饭吗？就家长做好就带着。王瑞秋的家长呢，就爱做比较嘎咕的，就是王瑞秋的中午饭就老是比方说是带脑袋的鱼了、鸡爪子了、猪尾巴了啥的，然后就总受到同学嘲笑，就白人小孩没见过，哎，你吃这什么东西？然后就笑话他。然后王瑞秋的就是自尊心有点受损，然后我老公就发现哈，就是他中午老就是饭盒一扣不吃，然后我老公就闻味儿挺正啊，然后他就来心眼子了。就跟王瑞秋换，说我妈给我做这玩意儿，就是什么花生酱果酱三明治，或者夹一片火腿的三明治，但这不招人笑话呢，要不咱俩换呗，我是那个。然后他跟王瑞秋天天就换午餐，然后我老公从那以后就爱上中餐了，而且他吃上正宗的中餐以后呢，发现就是刀叉那玩意儿都根本就不能上手，就必须得用筷子。完用惯筷子以后呢，发现吃啥都得用筷子。完后来我昨天我就问他，我说的呀，原来是把你初恋唠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当时爱上他了？我老公说的没有，王瑞秋就是胡子有点重。就重到啥程度呢？就是基本得输，你一下子这得一脸幽梦的。我说你这个脑瓜啊，你就差一步，当时你都懂得用那个破白面包去换鸡爪子，你这不就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吗？你要是再进一步，你租个小电动车，你把这个他的鸡爪换了以后，你再骑到附近高校，把这鸡爪子卖给中国留学生。哎妈，那咱家现在是啥经济条件？还去什么南丁格尔？咱家还去什么南丁格尔小学？就直接上私塾都不开别科，就玩算盘。但是在英国呢，就很多人啊，就吃披萨饼、吃汉堡包，就包括吃中餐，都习惯用刀叉。你吃披萨饼、汉堡包也就那地了哈。如果拿中餐配刀叉，就像扬鞭靠大虾，不是说谁不好使，你借不上劲都白瞎。